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必总是等待。在说我吗？当然是过来和你一起去卡布里斯湾度假呀。真的这么惊讶吗？我只是顺便看了眼过来的航班，又顺便买了张票。一想到要见你，这些就都不算什么了。况且，某人不是还特地留下了一张便笺吗？这儿还有一张。这张还是我在降温的时候写的呢，现在都已经是夏天了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会把以前的便笺翻出来看，那种感觉就像抽奖，因为不知道会抽到什么而暗自期待，但也能在看见自己的一瞬间回忆起当时的事。是啊，结果我不小心塞进夹层，一直到天气暖和起来你才发现。那倒也是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我想和你一起去卡布里斯湾。奇怪，我好像没有看过这张。但想去怎么不跟我说？所以，你是想挑一个更合适的时候再去？我也刷到过哎，他们好像只生活在卡布里斯湾，因为是小型企鹅，特别可爱，所以很受欢迎。
哦，那我们有机会再去。什么叫只是因为这个？来见你就是最重要的事，更何况我们还能在卡布里斯湾待上2天。好啦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我可是掐着点儿来的，就是为了能和你搭上同一趟航班。我出发的有些急，只能简单做一下旅行计划，你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？喏，这部分是你之前给我看过的帖子里的内容，剩下的是其他我觉得还不错的项目。2个小时后，我们就会抵达卡布里斯湾，先在酒店休整一下，然后去坐海上缆车，正好能看日落。你怎么了？其实上次我们了解卡布里斯湾的时候，我就想这么做了。不管能不能凑一个足够的假期，也不管有没有合适的安排，我想在你说起喜欢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立即拉着你去乘坐最近的航班。我也理解你的担心啊，我自己倒是没关系，但如果你真的特别想玩得尽兴呢？还好这次你去维罗斯特出差，2个地方离得这么近，抱着一种顺便转转的想法也不错。放心吧，我在来的航班上已经休息过了，我不累。真要担心，你还是担心一下那边的天气吧。最近卡布里斯湾进入了雨季，要是明天下雨可就难办了。啊，不会吧，我开玩笑的。应该不会一直下雨，我们先按原计划去看企鹅吧。如果实在不行，我也有备选方案。都交给我吧。真的连1个多的位置都没有了吗？是啊，实在抱歉，今天客流量特别大，票都卖完了。可明天的天气……我想起另一个能让我们在海面上看落日的办法，就是有点挑战性。海上滑翔伞。救生衣都系好了吗？紧张吗？很简单的。
我们依靠船的加速升空，不像普通的滑翔伞一样需要挑选地势，也不用自己助跑。此外，飞行的速度也不会太快。我们需要做的就只是保证自己系好安全扣，以及享受眼前的景色。要开始喽！睁开眼看看吧。喜欢吗？我也最喜欢你。你刚刚在看什么吗？你也快休息吧，明天还要去看企鹅呢。今天起了个大早，要不要在车上休息会儿？精神着呢。今天早上，在酒店前台就能直接预约，倒是不麻烦。我想到企鹅也算是卡布里斯湾的文化标志了，还特地选了企鹅陪伴型。结果提车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就直接把这个玩偶往我怀里一塞。我也有这种感觉，但对方实在太热情了，我最后只好把它放在后座。啊？哦，是啊，就算是企鹅也要注意行车。嘿，没事吧？抱歉，我……要不要下去看看？
不得不说，这做的还挺仿真的。啊，什么？好歹告诉我一声嘛，我现在的姿势肯定很奇怪吧？快，趁现在！这也太不给面子了。别急，别急，我想想啊，我还有一个办法。哎，明明对花生很有用的，你还笑？我可是为了应某人的要求才傻愣愣的蹲在这儿的。那还不够。照片里只有我一个人怎么行？当然要合照啦。这样的纪念才足够嘛。喏，看来我们是吸引企鹅体质，野生企鹅其实没那么常见的。雨季天气多变，说不定我们都白担心了。真是话说得太早了，还好跑得快，你没淋湿吧？好，听你的。走，去那边瞧瞧。抱歉啊，各位，今天的营业结束了。感觉像是纪念画之类的东西。卡布里斯湾独一无二的手绘。我们本来也没错过很多嘛，不过我明白你的感受。出来玩遇到来不及做的事，就是会下意识觉得要是时间再长一些就好了。我知道的，但是即便多出2、3天，我们也不可能体验完卡布里斯湾的一切。
旅行不就是取舍出一个美好的回忆吗？不过，只要你想，那些我们来不及完成的事，我都会为你补全的。这是夏燕在卡布里斯湾画下的企鹅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企鹅。动画片，还是喜剧？可我想写实来着。跟我来。你看，是不是很像？太好了，终于把你逗笑了。刚才某人的鼻子、眼睛都快皱到一起了。就算夸张一点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我不会再让你抓住机会露出那样的表情了。答应我，剩下的时间你就只负责享受，好吗？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去拥有一件真正的卡布里斯湾独一无二的东西了。你好，是夏燕先生吧？协议已经准备好了。是认领协议。这是一种公益资助，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企鹅的生存环境。资助者可以挑选一只心仪的企鹅认领，虽然不能真的带它回家，但通过基地的 App， 我们可以随时定位到它的行踪。基地也会定期向我们反馈企鹅群的状况。某种意义上，也算是我们拥有了一只自己的企鹅。还没有，我当然会等你一起选了。我比较喜欢这只。很特别，而且名字也很可爱，叫 Waddle， 一听就是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那种。感谢两位对保护企鹅做出的努力，我们也会提供认领证书和特别纪念礼物。现在，请先下载 App。这样到处乱跑真的没问题吗？正常来说，保育基地都可以观看企鹅归巢，但今天下雨，说不好活动会不会取消。你先回邮件吧，我去问问。
你来了。是什么？你预约到私人缆车了？太好了！其实我一早就知道能预约了，我本来打算明天再告诉你，给你一个惊喜，结果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因为我更想让你变成那个带来惊喜的人，这样你会更开心。怎么了？还是被你发现了。事情也没那么复杂，就是……哎呀！已经到企鹅归巢的时间了。真的吗？没错，就是瓦斗，他倒是自来熟。一般来说，企鹅是集体归巢，但也不排除有一两只喜欢另辟蹊径。我们先跟上去看看，要是歪豆真落单了，再联系保育基地。还真是这样，要不然等我回魏明市，扩大一下事务所的业务范围，比如帮路边打架的小猫调停一下纷争啦，或者帮小狗找找藏起来的骨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有华生帮忙，没什么解决不了的。哎，你看。但很有趣，不是吗？是吗？说说看。所以这次旅行你是开心的，对吗？醒醒，该起床了。那你要不要再眯5分钟？我先去收拾行李好了。也好，我们可以慢慢收拾，时间还够。而且缆车就在酒店附近，走2步就到了。
们下次再来吧。不，我更想说，等魏明氏进入冬天，我们就再来吧。把计划定得近一些，才会促使我们去完成，不是吗？到那时，卡布里斯湾进入夏天，是一年里最适合游览的季节。其实我会来，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总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。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必总是等待。如果有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就算立即收拾行囊出发也没关系。因为不管哪里，我都会像这次一样找到你。你知道的，我会跑着来见你。我知道，但两个人的相处中，愿意的次数多了，就会变成妥协。所以，在下一次你愿意之前，我要拉着你先完成这一次的事。哪怕这样注定伴随遗憾，又或者会让我显得有些强硬。什么？好啦，我们冬天还会再去的。那我们写下来贴在冰箱上吧，等到冬天再撕下来放进盒子里。也行，那我就写：我想和最喜欢的人一起再去卡布里斯湾。下午好啊，今天古物店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家了。你呢？今天忙不忙？不用加班？那太好了，待会儿我来接你回家吧，我们顺便在外面吃晚饭，怎么样？好，听你的，就吃那家。对了，猜猜我刚才在家门口发现了什么？哼哼，是保育基地给我们寄的包裹。有1个半月了吧，终于漂洋过海的到家了。我还没拆呢，不过我记得上次保育基地的经理说过，会有认领证书、Wado 的介绍册子、相关周边，哦，应该还有仿真的企鹅玩偶。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做成 Wado 的样子，圆滚滚的，花纹排得整整齐齐。要不要我先偷偷看一眼？逗你的，好不容易才收到，还是一起拆箱更有意义。哎，说起来，我刚在 App 里看了 Wado， 他还是老样子，喜欢在海里到处游。你已经迫不及待想回来看看了？别着急嘛，我和玩偶 Wado 都不会跑。趁现在离你下班还有些时间，我打算搭一个企鹅小屋，可以把它放在手办柜旁边。具体的我也没想好，卡布里斯湾的建筑风格是还不错，但企鹅还是生活在户外更好。
我决定了，我先搭个框架，然后把最困难的选择交给你。你该不会拒绝我吧？就知道你最好了。那我先开始了，放心，我不会忘记时间的。我们晚点见。再见。